首先感谢 LIMU5858 的打赏，这是我第2次收到打赏。兄弟们，我又要到饭了，感谢您的打赏。这个打赏有点多，尽量不要打赏太多，不要给你造成负担。再次感谢您的鼓励。好，后续是今天的更新。为什么说中国式妖女或者说中国式渣女常能找到中国式的好男人，且生活得更好一些？为什么说中国的女人比妈宝男更加幼稚？西游记中众多的妖怪为什么都想吃唐僧肉？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集体心理潜意识？今天我们继续读《巨婴国》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读到的是巨婴心理、共生、都在找妈妈、中国文化的实质这2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巨婴心理共生。婴儿前6个月处于共生期，这一阶段的婴儿处于一种混沌未分化的状态，没有我的意识，也没有外界的意识。他觉得自己与万物合一，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我，我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而集体主义同样也是一种混沌未分化的状态，特别是婴儿觉得自己和妈妈构成一个共同体，2个人就像一个人，我就是妈妈，妈妈就是我。对婴儿来说，共生不仅是一种心理状态，也是真实需求。婴儿的各种需求都有赖于妈妈满足他，如果离开妈妈，他就会死掉。共生心理在巨婴身上则展现为：第一，到处找妈，不愿生活自理，总想找人照顾自己，帮自己擦屁股。第二，集体主义，大家要共生在一起。第三，统一思想，大家必须统一在某一个思想里，这是构建共同体的关键。如果思想不统一了，共同体就有了裂痕。第四，反对独立，这是双重的，一方面集体压制个人独立，另一方面个人离开集体就会感觉有破碎感。第五，没有界限，一树立界限就感觉2个人之间彻底没联系了，就生分了。都在找妈，中国文化的实质。在传统文化和集体主义的双重压制下，中国人大多被抹杀了个体性，个人往往笼罩在一个共同体结构中，如家庭结构或社会结构中，而这会形成你我不分的共生关系。在古代，个体性不被强调，虽然我们讲修行，但修行的一个诀窍是主动抹杀自己的个体性。在现代中国，我们也融入了全球化的洪流中，自然而然开始强调个体化与自由。但是集体主义仍然是我们的文化基因，而这个基因还没有被深刻的分析。作为本土的有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师，去分析我们文化中个体与集体的意识与潜意识，成了我的一种本能。很多人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多抹杀个人的个体性，而与此同时，标榜个人主义的美国也存在某些问题，比如可能导致自恋泛滥。所以甚至有说法称，中国文化是治疗个人主义的良方，孝道可以拯救全世界。的确，美国强调个人主义，这会导致一些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问题。美国的个人主义的解药绝非集体主义，相反，恰恰是他们的个人主义还不够。还不够的意思是还没有达到完善的个人的目标，还没有自我实现，也没有成为他自己，并且个人主义有超越界的精神在，个人对上帝负责，直接与上帝对话，而非自我中心的无边膨胀。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个人无法存活。这个无法存活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更是心理层面的。作为一个个体的中国人，在这个社会可能会觉得孤单而破碎，自我都还没有成型。中国人之所以爱扎堆成群，这都是因为在心理上需要有人陪伴，否则会直接面对破碎而没有成型的自我，这很可怕。集体主义的真相是，个体的心理发展水平太低，导致大多数人的里子是破碎的，必须千人一面，用共生的方式追求和他人的融合，以此将个体镶嵌进一个集体性自我的里面。所有的共生源头都可以回溯到婴儿6个月前和妈妈的共生，这被称为母婴共同体，也就是婴儿感觉他和妈妈是一体的，他们是一个人。不过只有6个月前的共生是正常的，之后的共生关系都是病态的。
但病态共生在中国是相当普遍的心理现象，母子共生、父子共生、夫妻共生等等等等，非常常见。比如某著名钢琴家和他的父亲，在这样的关系里，父亲的自我寄生在孩子身上。更常见的是婆婆非要到儿子家里来，其实是想和儿子共生在一起。中国的集体主义大家庭都可以这样理解，即大家共生在一个体系、一个群体里，由此构建了一个心理共同体，共享一个群体性自我，其中没有我，而只有我们。我一再说，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发展水平是6个月之前的婴儿水平，而荣格却在《金华养生秘旨与分析心理学》中评论汉学家魏礼贤翻译的道家典籍时说，东方人的心灵发展水平远超西方。对此我的理解是，最低的境界和最高的境界常常看起来是很像的。婴儿最初的状态是没有分化、没有边界、没有你我之分，觉得一切都是合一的。开悟的人据说就是这种境界，觉得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我，我心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心，这是很好的东西。但如果你处于混沌无明的状态，也是类似的感觉，这是非常可怕的，会给自己和周围人带来巨大的问题。开悟的人会对他人和世界有深深的同理心，并会尊重一切的存在，他们彻底脱离了幼稚的自我中心。而巨婴也会觉得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但既然我们是一体的，所以我不需要考虑你，也不需要感受你，并且既然我们属于一个共同体，那我可以随意地替我身边的亲属角色做决定，这会是非常可怕的自我中心。所以说，集体主义中常伴随着最低端的自私与自我中心，而讲究集体主义的社会，一般整体上道德水平都不高。相反，如果整个社会的心理发展水平超越了婴儿水准，那就会更注重界限，尊重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不必为你的情绪负责，也不必为你的命运负责，这会引起一种很大的所谓的分别心。这种分别心对于开悟来讲是一种障碍，但人需要经历这种二元对立，再从二元对立回归到万物归一。精神分裂症其实就处于一种幼稚的混沌的你我不分的状态，尚未分化出我和你的分别，也没有分化出想象与现实的分别。精神分裂在大多数人眼中很可怕，但在一些思想家眼中具有美学、哲学上的积极意义。比如，荣格认为，在精神分裂的状态下，会有原始人的人格碎片原型涌现出来，展现出原始的神话剧情，可生发出艺术的可能性。法国哲学家德勒兹认为，精神分裂这个概念可以对抗资本主义的宰制。我并不喜欢德勒兹的这种政治化的说法，我比较喜欢精神分析。精神分析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成年人保持在一种早期婴儿的状态。按照精神分析，3个月前的婴儿都处于偏执分裂的精神病状态。分裂即这个世界一分为二，好和坏是不能并存的。偏执即这个世界只有好的或者只有坏的存在，并且我是好的。3个月前的婴儿的世界都是这样的。所谓正常人就是从这个状态中走出来，而精神分裂症患者滞留在了这个状态里。荣格的理论很神秘，容易让人着迷。不过弗洛姆认为，荣格和希特勒一样都是恋尸癖。荣格有对死亡的迷恋，搞个人崇拜。荣格派领袖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和弟子来访者发生性关系的例子。精神分析认为这是不能触碰的，但荣格派认为没那么严格。这在我看来也是一种你我不分、没有清晰界限的情况。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没那么多幻觉，相比之下正常的有些无趣。我把心理治疗界分成3派：学院派、江湖派和神仙派。学院派比较靠谱，但比较无趣，而作为神仙派的各种神秘流派都很流行。我也一度对神仙派很着迷，现在也觉得神仙派有很深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但随着我看的故事越来越多，就越来越有戒心，因灵修而容易进入巨婴的状态。我见到一些灵修大师自称已经开悟，但其实是精神分裂症。不过很有意思的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也存在着非常强大的东西，他们的全能自恋也的确能创造一些奇迹。所以说，我无意妖魔化灵修。灵修大师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可以触及常人无法触及的东西。但如果他们同时精神分裂，
那迷信他们就很可怕。爱因斯坦说，自我是一个牢笼，将自己与世界的其他存在割裂开。自我的确非常有意思，它像一个外壳，大多数人需要这个外壳来保护自己，但这个外壳也使得人对世界没那么敏感。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一些心理功能特别低的人，其自我的外壳是破裂的，这让他们很痛苦，但同时他们在某些方面也变得非常敏感。荣格自己患过精神分裂症，所以他有超凡的敏感，而弗洛伊德就是一个神经正常、人格健全的人，他的理论也因此相对荣格来说有点无趣。尽管如此，随着我对精神分析的了解越来越深，咨询做得越来越多，发现精神分析还是很有说服力的。精神分析有3个发展阶段：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心理学、自体心理学。客体关系心理学的确比弗洛伊德更有说服力，因为经典精神分析的核心是俄狄浦斯情结，主要是和父亲的关系。但中国人虽有俄狄浦斯情结，可主要问题还是在处理和妈妈的关系。对此我有一个绝对的说法，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婴儿，都在找妈，所以客体关系心理学的解释力和治疗力在中国人之中都远胜经典的精神分析。都是婴儿，都要和妈妈共生在一起，所以在中国的家庭中，所有人为所有人操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是你的事，我过分地为你负责，你也要过分地为我负责，否则你就是王八蛋，否则我就会充满愧疚，并且大家不能分离，不能背叛。对中国人来说，个性化就是对大家庭的背叛，因为我们都活在母婴共同体中，这是最原始的集体主义，它衍生出后来的种种集体主义，如大家庭等等，并且这像是一个历史传承。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哲学和古希腊的哲学给人以完全不同的印象。古希腊的城邦制给人非常成熟的感觉，而中国幅员如此辽阔，却一直在苛求统一，这就像是婴儿在渴求整个宇宙都和自己共生在一起。不光是儒家强调统一，根据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的说法，诸子百家都在讲统一。还有古希腊表现美的方式十分直接，而中国式的表达美的方式都是绕着弯的、压抑的、凄婉的。很多古代文字都在传达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中国古代的爱情也很少是完满的，悲剧比较多，因为爱情是一个成熟个体的自我实现，而且爱情势必意味着对家庭、对妈妈的背叛，这会撕裂母婴共同体。所以很多古代人的爱情都是妈妈一手摧毁的。这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孔雀东南飞。金庸的小说可以见到种种典型的中国式心态，男主人公多是婴儿，有好婴儿，比如郭靖、虚竹、张无忌，他们身上有非常纯真诚恳的东西，你问他什么他就说什么，毫无戒备和防范，没有自我的外壳，没有自我保护。金庸把这些人写得很美，很有道德，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男人。中国男人是不能对母亲、对妻子、对权威撒谎的，一旦撒谎就意味着破坏了共生关系。你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就意味着你对母亲的不信任。很有趣的是，中国文化一向被贴上男权的标签，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母系文化，很多东西都是为了维护母亲的。孝道的核心就是捍卫母亲，24孝中强调的是对母亲的孝，而对父亲的孝不是主流，对父亲则是忠，对母亲是忠和孝都要有。我们的文化都是围绕着怎样做一个好婴儿，并且找一个好妈，原因是婴儿第一个爱的都是母亲，所以母亲对婴儿有致命的影响力。金庸主要刻画的是好婴儿，但最后真正成功了的是朱元璋式的流氓、无赖、混蛋。最经典的如韦小宝。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寓言故事与影视，你会发现美国的影视父亲是绝对的主角，中国的影视和寓言妈妈是绝对的主角。比如小蝌蚪找妈妈，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再爱我一次，讲的全是这个。孔子、孟子、荀子、朱子的故事中，你也会只看到母亲。最夸张的故事是岳飞，他的父亲岳和富有善良，被邻居爱戴，给岳飞请了多位老师教岳飞书法有文化，请了周同教岳飞武艺。金兵来犯，又激励岳飞退敌报国，在岳飞成人之后才去世。如此一个理想的父亲，
竟然在传说中被抹去。小时候我家有一本《说岳全传》，里面的岳飞出生后3天就遭遇水灾，父亲遇难，母亲独自将他抚养成人，并且岳飞的母亲在岳飞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4个字，这成了一个图腾般的意象，简直掩盖了岳飞父亲的所有光芒。《说岳全传》我读了不下100遍，但竟然不知道岳飞是被父亲抚养成人的。当在微博上探讨这个问题时，我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岳飞有父亲，这是一个悬案，也像是一个集体无意识的阴谋。岳和作为一个理想父亲，在历史上被谋杀了。类似的图景也展现在麦兜的故事中，麦兜也只有含辛茹苦、永远乐观的理想母亲。其实麦兜有父亲，在故事的最后1集中，有一个大表舅，长得和麦兜一模一样，是一个超级自闭男。我想那应该就是麦兜的父亲，或者做流氓，或者做好婴儿。而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多没有好下场，比如乔峰，他是金庸笔下最有雄风，同时又最善良的男主角之一。他是真男儿、真英雄，但他悲惨地死了，而且是被吞噬一切的大母神马夫人用极其可怕的方式害死的。他的2个义兄弟虚竹和段誉都像婴儿一样，女人让他们干嘛就干嘛，所以活了下来。笑傲江湖中，令狐冲也是一个好男儿，但他还是将女人放在了绝对的第一位。为了博得女人的一个微笑，他可以命都不要。可以说，金庸的小说完整结构化地展现了各种典型的中国人的面貌，他触碰到了整个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和各种典型的情节，所以他那么火是有道理的。中国社会到底谁掌权？社会权力体系中是男人掌权，最经典的是皇帝。家族权力体系中却常常是大母神掌权，而作为权力代表的男性大家长也得听妈妈的。所以说，中国虽然有自古重男轻女，但在家庭里实际上是母亲说了算。现在的状况也是如此，奶奶姥姥掌权的现象太多。在社会层面上，我们是男权社会，在家庭层面上则是母系社会，皇太后说了算。我的这个说法总被女权主义者批评，我也没有想到自己最终会形成这样一个认识，但它的确就这样形成了。比如北周、西魏的八柱国达成共识，不管谁家的女儿，等做了妃子生了儿子就要被处死。汉武帝刘彻临死前把楚军的母亲杀了，如此没有人性却自诩为英雄，这都是为了切断母婴关系的天然链接。谁小时候带太子，就会对他有致命的影响力。如果是妈妈带，那种影响力难以抗衡，所以要杀掉。妈妈被杀掉，那自然是奶奶带太子，结果出现了奶奶掌权的现象，于是又想办法防止奶奶掌权，后来变成了奶妈掌权。荣格从非洲找到了大母神的原型，这个大母神是可怕的、吞噬性的，在神话中化身为龙，而青年男子必须斩杀龙后才能走上英雄的道路，也就是个体向成熟发展的道路。这也对应了精神分析的一个说法，每个孩子都得先完成心理上的杀母，才能从共生关系中走出来。非洲的大母神形象一点都不美，我更喜欢古希腊的神话传说。盖亚是最初的地母，她是吞噬性的、无所不在的，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有绝对的影响力，而她的丈夫却没有，这就是原始的共生感觉。到了宙斯与赫拉的阶段，赫拉不是大母神，没有绝对权威，宙斯也没有绝对权威，妻子可违抗他的意志，而大家可以共存。宙斯作为宇宙统治者，和儿子赫拉克勒斯摔跤，却被赫拉克勒斯摔倒了。赫拉去作战，被赫拉克勒斯射中。赫拉克勒斯简直可以说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头号英雄形象，但他在中国就是逆子，摔倒父亲又射伤妈妈，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绝不可能用赞美的语言去描绘这样的事，一定会描黑，或者干脆修改历史。大母神是最原始的母亲形象。我很多来访者讲过对大母神的恐惧，面对一个庞大的在家里的每个角落扩展权力的母亲，非常害怕被吞噬。中国男人常被称为妈宝男，但相对而言，我觉得中国女性比中国男性更幼稚一点，因为重男轻女给女性造成了集体创伤，并且不要傻傻地就去做一个符合传统文化所描绘的好母亲。舆论上，我们都在寻找刘慧芳那样的母亲，尽心尽力，任劳任怨，一个超级中国好女人。
但在生活中，他们遇到的更多是婴儿式的女人，像小燕子那样。在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通常这样的角色才能推动情节的发展，还能得到男人的宠爱。以我听到的故事看，他们大多比刘慧芳活得更好。比如《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的妈妈殷素素，她就是一个婴儿和妖女，没有善恶之分，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让我高兴你就是好人，让我不高兴你就去死。典型的小婴儿，还是没有人性化的一个妖。他找了张翠山这样的中国式好男人之后，才变成了一个人。说的夸张一点，这些中国女性的角色都没有练成人形，她们身上多的是妖性，是原始的洪荒之力，而非人性。聊斋志异和白蛇传是反映这种形象的典型。虽然很多人讨厌许仙的懦弱，但对于白娘子这样的妖女，对于一个自我都没有构建起来的小婴儿来说，必须要寻找一个那样的男人。那个男人从来不违抗她，从来不主动攻击她，这样妖女才能在这个无害的男人构建起来的容器中修炼成人。所以唐僧如此受妖女们喜欢，唐僧肉就代表了绝对无害。西游记中，唐僧就算快被吃了，也绝不和妖女们急眼，不吐一个脏字，多么纯洁的存在。对于妖女而言，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形，只要对方的意思和自己不一致，这样的女人就会崩溃。所以必须寻找被动的、听话的、围绕着她的意志转的男人。他们尝试在扮演一个自恋的、自我中心的母亲的角色，把丈夫变成一个婴儿，看起来是我在照顾你，实际上在精神上、情感上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并且会对对方构成极大的压制。刘慧芳这样失去自我的中国式好女人也不少，但更多的中国女人是妖女级别的。妖女在20几岁还显得可爱，一旦到了40、50岁就变得非常可怕。她们通常会认为人生的不幸都是男人导致的，而且对整个家庭产生可怕的控制欲，严重的时候真的给人以吞噬一切的感觉。所以大母神是一个很深的中国图景。我希望对典型的中国人做一个系统的梳理，但这并不是要破坏掉这种状况，只是看到种种现象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早期有一种冲动，把所谓的孝道破坏掉，后来我意识到，我该做的不是破坏，而是解构，揭示出其中的逻辑是怎么运转的。我甚至都没有想过要治疗中国人，这太自恋了。能认识清楚并表达出来已经很好了。听上去我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很像五四时期对封建传统的批判，但五四运动充满革命的意味，我没有。五四运动一是因为新鲜事物的引入，一是因为有很深的自卑感，开始全面否定自己的文化。我不想全面否定，只想用精神分析来解构。如果只是生硬地破坏攻击一个事物，反过来也很容易被破坏。来自他者的视角很重要，如精神分析最初就是西方人开创的，但精神分析的那种核心，如实地认识人性，却是普世的。借助这个他者的视角，可以从自己所在的情景中逃离出来，从而可以更好地观察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群体。我本来是唐诗宋词的痴迷者，有一天发现他们都没有跳出忠孝的坑，于是很失望，觉得他们没有一个能有鲁米的智慧，或者真正沿袭了老子的智慧。太多人有浓浓的屈原怨妇的味道。现在想，这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一个他者的视角吧，没能帮助自己从庐山中跳出来。但更重要的是，还是像苏格拉底说的，要认识你自己。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我自己。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男人，如果把自己搞清楚了，也就把很多事情搞清楚了。对自己的认识越深入，对中国集体之心的认识也就越深入。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巨婴心理、共生、都在找妈妈、中国文化的实质这2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